好，回到环球大乱线节目现场，我们继续跟3位专家来探讨川普总统拦止格陵兰的野望哦。川普总统呢日前接受了 CNBC 的专访，他说明呢格陵兰协议的内容，表示这项协议呢将赋予美国一切想要的军事进入权，允许美国呢在岛上部署精琼的飞弹防御系统。而根据这个精琼计划的负责人呢，他叫做麦可盖特莱恩的说法，他说呢精琼系统就是在现有的主要针对洲际导弹的基础上呢，再扩展新增一个多层次的防御啊，就是利用这个数千颗的卫星来追踪导弹，然后呢直接在这个低轨卫星上面呢轨道上发出拦截器哦，在你这个飞弹起飞之前呢就将其摧毁。换言之呢，这个飞弹还有在高空中的这个拦截呢，就是重中之重，尤其是在低轨卫星扮演的角色很重要。那么格陵兰的地理位置啊，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非常寒冷的一个区域，非常靠近北极的这个地方。那它在这个位置里面可以扮演有何重要性？为什么美国一定要拿到这个地方不可呢？教授，美国应该来这样来看，它现在的精琼系统就是星战计划的第二代。因为星战机的这个计划就是拦截洲际弹道飞弹。那现在他要拿到这个格陵兰，我认为他可以从2方面来做它的用途。我们首先看这个精球系统啊，我们弹道飞弹呢地窖式的这个潜舰所发射的弹道飞弹，然后那潜舰它在任何地方它可以出没，你是没办法标定的，它可以潜到你的这个国家附近的海洋发射。那个战略轰炸机它是跑的，对，那就是我们讲的地窖式的怎么样去对。像美国有义勇兵3号，中共有这个东风31、东风4，还有东风5、东风6，这都是我们讲的洲际弹道飞弹。然后这要怎么去拦截呢？第一个，在发射阶段的时候推升这个时间非常短暂，只能发掘，没办法摧毁。要不然你就源头摧毁就好了，你干嘛等它发射再摧？这个正在加速阶段，而且很快就进入地球轨道，所以这是在我们叫轨道拦截，在地球轨道这个叫太空。进入卡门线之后，就是进入太空了。在我们讲的轨道拦截，最后一个末端拦截，因为它要离开轨道进入大气层，对这个城市重要的军事实施核武攻击的，这是最后。所以我们讲了，这讲了精琼系统最重要是这个轨道拦截。那所以在太空部署武器，但是在太空部署武器也这个人造卫星也会被摧毁啊。现在有杀手卫星啊，也一样可以摧毁，但是那就是变成在地面上来做搭配。地面上现在美国就是标准3型跟标准6型的反弹飞弹就是这样。那现在那个美国是不是在格陵兰上面呢？可以有2种用途。第一个是不是部署萨德系统，还有一个长程雷达，来发现来自于俄罗斯或中国大陆通过北极圈向美国发射的。是这种格陵兰就可以，因为格陵兰大部分都在北极圈之内，所以可以善用这一方面。那标3跟标6是打近地轨道的，我们讲的这个弹道飞弹。那末端拦截再造个萨德系统。那萨德系统会不会部署到格陵兰呢？我认为是不会，因为可能不如格陵兰部署到美国本土，那造末端拦截就可以了。那格陵兰做什么呢？除了部署这一个我们讲的长程雷达之外，我认为它最重要的是要部署地窖式的洲际弹道飞弹。就像俄罗斯有一个飞地，就是在以前的东普鲁士，在波兰的北边，因为2次大战俄罗斯赢了，就把东普鲁士占到了一大部分2.1万平方公里的，叫做加里宁格勒。加里宁格勒现在有最少40个地窖式的洲际弹道飞弹，要不要去攻击？应该很安全。为什么你安全？你攻击旁边就是波兰啊，你这个核辐射一外泄就不得了啊。你传统轰炸它地窖式那个做得非常深，你炸了只炸表面而已。所以那个美国可不可以在格陵兰部署地窖式的？你要去打它，那都是我们知道，那时候是一块冰。川普所讲就是一块冰嘛，对，格陵兰80%全被冰层覆盖。你去打那个地窖式吧，那对美国来讲皮毛不伤。那他如果把义勇兵3号放个100颗在那边呢，你要不去打？你就不要去攻击美国本土了。我不在那个新墨西哥州，没有，我就放在格陵兰。你要不要去攻击？你攻击那个是完全没有人受伤，而且格陵兰那么大，216万平方公里，你怎么样去炸它？你拿什么核武器炸它？它变成核保护能力更具备了。它比格陵兰是加里宁格勒的100个，加里宁格勒才21600平方公里。格陵兰216万6000平方公里，刚好100个。你看看它这个部署下来，
哇，这变成核武强国啊！你要使用核摧毁，打它的源头，打击源头摧毁，非常困难了。是，所以就变成这个川普眼中金琼计划在部署核武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了。他把整个的对美国的这核威胁移到格陵兰去了，由格陵兰做牺牲品，但是却保护了美国。所以它金琼就有两个，第一个是拦截系统，第二个是这个核报复的地窖式发射的洲际弹道飞弹的系统，可以放在格陵兰。好，那这个美媒的 CNN 也报道指出，为什么川普在他的第二任期这么积极的想要拿下格陵兰呢？就是因为呢，在对于北极圈的军事开发，其实美国的进度是要落后俄罗斯很多的，俄罗斯很早就开始了。我们看这张图，北极圈66个基地呢，有将近一半30个呢。超过一半哦，是位于这个俄罗斯的。那15个位于挪威，8个美国，8个加拿大，格陵兰是有3个的。那冰岛1个。那虽然说我们都知道这个基地的数量不等于它的质量，但是你看格陵兰3个，再加上美国8个，加起来就11个嘛，跟这个俄罗斯30个比起来，你只有人家的1/3而已哦。所以格陵兰这个基地肯定是它的值是大于量的。那刚才教授也跟我们分享了很多这个战略价值。那将军，你觉得如果从军事基地的这个部署来看，格陵兰重要的门道是什么？首先我们看一下哈，这个从这地图很明显看出来，假如说以北极为中心来讲的话，它的右边那个国家哈就是俄罗斯，那俄罗斯的下边才是这个中国大陆。那相对的，在它的西边哈是加拿大，加拿大的在西边哈在下面才是美国这个国土哈，所以美国自己本身哈它的这种国土领土就不在北极圈的范围之内，所以也因此，如果它跟这个俄罗斯要在北极圈要争夺它的地缘的来讲的话哈，它当然是弱于俄罗斯的，因为俄罗斯本来就是生活在北极圈里面。其实我们这个除了北极圈里面这66个军事基地，俄罗斯占了30个之外，美国只有8个，美国8个已经算不错了啦。这个它根本就不在北极圈之内，它可以借着它跟加拿大这个北约盟邦的要求后，在这边设立了8个基地，加起来已经算不错。其实除了说是基地的数量，我觉得俄罗斯还有几个方面是领先美国的。第一个就是破冰船嘛，哈，这个破冰船你在北极圈，不管是你航运干什么，主要就是要靠破冰船。那俄罗斯的破冰船的数量也远远超过加拿大跟美国的合起来的数量。这个俄罗斯目前据我了解有40几艘的破冰船，其中还有几艘是核子动力的破冰船。那美国跟加拿大现在是没有核动力的破冰船，数量也远远不及于俄罗斯。那第二个，我认为这个美国要在这个地方跟俄罗斯争霸还略输一筹的，就是这个俄罗斯很习惯在这个地方北极圈里面的生活。我们看到前2天，你看到普京哈，以他这种年纪70几岁，他居然还去泡冰水冰窖，他们的这种宗教的仪式里面要全身这个穿一条内裤去泡到冰水里面啊。那出生的时候，你看俄罗斯人家讲他北极熊战斗民族，那小孩一出生下就丢到冰水里面，所以他们习惯于北极这种生活方式，还有他破冰船什么，他运输方式他都很习惯。所以，假设你美国想要在这个地方跟俄罗斯一较长短来讲，我觉得还是略输一筹了。那格陵兰当然重要，格陵兰重要是在第2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美国总统杜鲁门那时候就是要买下格陵兰了。他已经预判到，如果说未来如果说是冷战时期美苏要这个互相这个冷战对抗来讲的话，北极势必是互相导弹射程的一个重要非经的一块地区哈，所以那时候这个杜鲁门就想要买下格陵兰，但是那时候他出的价钱是1亿，可是那时候这个丹麦就不卖啊，那个时候就不卖。然后当然以那时候1亿，现在换算成大概美金大概是15亿美金左右。所以现在如果说是格陵兰美国拿不到的话，我们看到这个地理上面当然，所有的导弹哈，现在可以说都是经过北极航线的上空。那另外来讲，由于北极的暖化哈，这个水面上的航运也势必会经过北极海。第3个是潜舰作战，因为北极我们知道是一块的海洋嘛哈，如果这个上面只是一层浮冰在上面，那如果以现在潜舰，它如果找到冰层比较薄弱的地方，它也一样可以穿透这个地方浮出来。电影上面情节我们都看过，好几部电影有演过这种情节。那当然可以在北极上面冒出来，那当然就可以对你这个敌国来实施这个核子战略的
的导弹的射击哈。所以北极来讲，确实就地缘战略来讲，对美俄双方来讲，未来不管是在经济航运上面或军事上面都有它极大的价值。那当然。北极上面能够有陆地的，就格陵兰这块陆地，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川普急于很焦虑的想要格陵兰的原因。是，好，川普总统急于想要拿下格陵兰，除了军事的用途之外，难道就没有一点私心吗？英国的《卫报》就爆料了，他说呢，根据川普第一任期时候担任他国家安全事务的助理博尔顿，他的说法呢，他说川普拿下格陵兰的念头啊，其实在第一任期的时候就萌生了，因为当时有一位美国化妆品的巨头雅诗兰黛集团的高层就建议川普说，如果一旦美国拿下格陵兰之后呢，我们雅诗兰黛会砸下重金啊，到当地去投资这个矿泉水的产业哦，还要入股水力发电布局等等，讲得很美好。所以无论是这个岛上的矿物开采的潜力啦，还是川普这些商界朋友，大家一起画大饼要瓜分利益的这个资本派对，好像这些诱因呢放在川普这个商人出身的背景上，好像是成立的耶。那杨老师，你对于这样的说法的看法？我觉得他们在画大饼，而且他们知道这上面根本不可能做那样子的布局跟这个投资，这投资一定是绝对难以回收的。格陵兰虽然是台湾的20倍这么大，全世界最大的岛，但是它有80%的面积是全年都是在冰块的这个笼罩之下。因此你要在上面做任何的探勘开挖，那个成本是非常的高的。那不是把一个冰块这样移开啊，因为它是整体在那边的。那格陵兰上面几个都市也没有什么环岛公路啊。你还可以上面骑自行车，哪有这回事？城市跟城市之间的运输都是靠空运或者是海运的，因此它过去其实是有18座矿山，整个过去这个20-30年，到现在只剩2座，而这2座也有一座是2007年开始的，到现在呢其实收益有限，而2019年开始的到现在呢根本停下来，因为旁边就会有人住，因为它其实能够开阔的地方并不多。那如果你要做稀土，这2个刚好就是稀土的矿，那格陵兰政府严格的限制，因为会污染，所以这些问题呢，你要做矿的开采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那曾经很多国家来试过，对，18座，现在只剩2座。再讲格陵兰，它现在人口5.7万里面，大概有2.9万是工作人口。而工作人口里面有1.25万其实是替政府工作，也就替丹麦政府跟格陵兰政府工作的。那如果再加上失业补救金的这些发放的话，其实这个岛屿上的5.7万人，有3/4是靠的政府，他们每年拿到丹麦政府给的补贴，大概就是1年1万美元。所以这个时候，川普如果说只给个10万美元，那他们就觉得我拿10万之后就没了。那丹麦是一直不断的给，对，美国会不断的给吗？你想想看，美国对原住民，美国自己本身的原住民，他的对待是如何？所以他们也会担心说，我一旦同意当了你美国的领土之后，我钱能够拿得永久吗？像跟过去丹麦一样，还是说你会来开矿，那造成我们环境的污染？结果呢，开矿也不理想，因为成本效益，所以后来留下一个烂摊子。所以这也就是现在川普理解，他的朋友们也理解。画的大饼只是要帮川普拿下这个格陵兰，帮他达成这个历史定位。美国历史上买下格陵兰的总统就是第47任的美国川普总统。其实讲到经济的资源，我觉得都是画大饼，都是画大饼哈。OK， 好，那我们待会的最后一段讨论呢，还有这个辉达的掌舵人黄仁勋，他3顾茅庐要求北京赶快放行采购 H200晶片了吗？还有现在在记忆体这个大行情之下呢，中国的企业有何动作？待会回来告诉你。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